哎，今天我这个以抠门著称的外国婆婆，把我给感动哭了，哭得落花流水。我这个婆婆呢，这一年来是我短视频里边素材的巨头支柱。我讲了挺多俺俩之间的事儿，我呢也很不善良的给她赐号是加拿大西海岸抠门界的一股小旋风。但是小旋风也有它单纯且感人的一面。今天我不想说段子，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思绪。今天我第一次给俺家拿铁加了奶粉喂养，他喝上奶瓶的那一刻我老难受了，我觉得从此他需要的就不再仅仅是我了。然后我觉得我当妈当的也挺差劲。拿铁出生时候才5斤多，特别小，我看他皱皱巴巴那样像小老头似的，我就挺难受。因为这次回国以后，我很多时候是在外边一个人住公馆，然后有时候心理压力可能有点大，有时候外卖点的不可口，我这饮食不是很规律，所以孩子也很轻，我就想一定要用母乳给他补偿回来。但是这次我的产量就是不是很好，我当时在病房里我也努力了，那左右给自己喂成了一座雕塑，但是奶量就是不足。而且说实话，最近我也是有点焦虑，就心情不是特别好。我知道我也会伤感，我也有思绪，这个事儿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听起来很突兀，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但是 anyway 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也是有思绪，然后我就睡不着觉，同时我还写不出来稿。以前很多时候我就打开镜头我就 freestyle， 哎呀我那逼人的才华，我都经常担忧，就我死了以后，后人会替我感叹我活着的时候没为这个尘世珍惜。但最近我经常坐着好几个小时，看潮起看潮退，灵魂的骚动在沉醉，像朵干枯的玫瑰，啥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很焦虑，我觉得我靠这个有趣的灵魂是吃不了这口饭了。但如果我想靠好看的皮囊呢，我应该大概需要2个亿去整。那我有趣的灵魂还没给我挣这些钱。然后最近就是琐碎的事儿很多，反正我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奶就更不好。然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和整体的声音呢，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事儿也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就是在这种思路中长大的。我就是觉得在所有人的思维习惯里，就有一种责备妈妈的思维惯性，就好像要妈妈来承担孩子出现的所有问题的所有责任，就都是理所应当的。孩子的便便有一点不成形，哎，肯定是妈妈吃东西上火了，就好像我今天吞火。孩子晚上哭2声，哎，肯定是你昨天喝那点咖啡喝的，就好像我喝咖啡用缸喝，一次喝6吨。孩子吃着奶，那脸色稍有一点变化，8张嘴凑过来，哎，你是不是奶不够？肯定是奶不够。其实孩子他就是憋了个屁，他放出来就好了，跟我的奶没有关系。还有我发现还有很多妈妈都只敢表达我作为一个妈妈该表达的东西，而我也有很多很真实的情绪，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作为一个妈妈无私奉献完全没有自我的这种人设，就会羞于表达。就比如说每次我妈逼着我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为了催奶，告诉我都是为了孩子，我心里就很抵触，因为我特别怀念我以前可以随便穿裙子的时候，我也很想快点瘦下来，然后再重新穿我以前的衣服。很多回半夜4、5点钟，我好不容易睡着了，睡香了，然后孩子饿了得起来喂奶。那我也不是每次都心甘情愿的起来，很多时候就心里呼下一股火，就心里特别烦，然后就心里想，那我当年也没喝母乳，我也活着了，那他咋就不行呢？我可能呢就是更激烈一点，但我觉得这种情绪呢，很多妈妈可能都有过，但是我们不敢表达，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妈妈或者一个妈妈该说的话。然后今天我跟我老公视频的时候，他就跟我俩在视频里展示他今天带着载奥达去学跆拳道去了，然后都学了啥，完在那比比划划的。我身边我的朋友和亲戚就都说，哎，你看 Jamie 多好的爸爸，多细心，对孩子多负责，哎呀，这对女儿真是才让人真太幸福了。然后我婆婆就问我老公说，他们都在说啥？我老公就说啊，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好爸爸，彩玲是个幸福的女人。然后我婆婆就非常直白的说，你现在一天都不工作，你就带个孩子领他去学个踢木头板子，你就是个好爸爸，他作为你媳妇儿他就太幸福了。哦，我的上帝呀，这简直是太荒谬而不公平了。如果你俩反过来，他是男的，他在外边工作赚钱，你在家，你作为一个媳妇儿，你在家带孩子，别说你家孩子能踢个木头板子了，他就是踢铝合金，你看谁能夸夸你？你做的啥难道不是应当应分的吗？我当时真是顷刻泪崩。然后我婆婆看我情绪不好，又跟我说了挺多东西。她这个人真是，她也没念过啥书，说的东西很简单，但我真觉得挺有用。就是她的意思就是，母性虽然是人的天性，但是它不代表它一定要取代人性中其他的一切。的确会有很多人一旦当了妈妈，就特别享受和孩子那种完全绑定的感觉，然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她都不需要了。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她不是这样的，她仍然想偶尔出去跟朋友玩玩，出去喝点酒，开个小差。这就是2种性格，她都正常，没有好坏之分。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也可以到老是少女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来评价你这个妈当的合不合格。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个感觉，就是好妈妈的标准被抬得太高了，你不要跟着一起抬，你已经是了。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你才是妻子和妈妈。大胆直面自己的需求，去爱你自己。
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好了。今天让我们来继续我北上格拉斯哥给苏格兰小伙装爹破折号。为什么我觉得苏格兰那么像东北这个年度大戏？首先就是这个刘海绿洲伤心事，这个苏格兰牦牛和咱们的东北傻狍子，这两个本身就是一个同源的灵魂，在不同地域的生物体现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拉胯的口音嘛，就跟东北特别像。其实苏格兰和东北都算上啊，好的大学的密度其实不低，人们其实受的教育程度还行，但是就是只要张嘴的一瞬间，高等教育的痕迹在唇齿之间灰飞烟灭。还有一个不就自来熟嘛？我说了，我在公共大巴上飘过膝了，完老头要弹我脑壳嘛。今天咱继续唠唠他这个自来熟啊。就我的主要目的北上不是去装爹去了吗？然后我在装爹的头一天呢，人家在那准备婚礼呢，我待没事我去参加吃鸡大赛去了。它的规则是啥呢？就给你一篮就腌制的特别辣的那个炸鸡，就有点像咱那种变态烤翅变态炸鸡。然后你在10分钟之内你得把这个鸡吃完，而且吃完以后呢，之后这5分钟你还不能喝任何饮料。如果能挺过来呢，你就赢了。如果你赢了呢，就饭店把这单给你免单，然后送你一杯免费的酒水。最重要的是你名可以上墙。我的名是上墙了，但是我名好像有点硬，有点克强，就被我名上过的唯一企业，好像1个月以后就黄了。然后我跟我老公是一块去的，俺俩同时开赛的。他刚吃第1个鸡翅呢，还没吃完呢，这脸就无家俱红了，就整个嘴巴头通通的，可吓人了。完我瞅他，我就寻思他可能是就是不太适应吃辣的呗，就是加拿大人。然后我说你别掉链子，我还鼓励他，我说你别掉链子，你坚持住。结果不到1分钟，脸白了，秃了，这浑身冒冷汗。我一看完了，摊稀了，那我不能让他再坚持了，你赶紧让他下场吧。就这架势，你明天还有婚礼呢，别人家第2天结婚，我头一天吃鸡给自己吃成寡妇了。我的加拿大猪队友就这么下场了，1个鸡翅干下场了。那我一个人搁这坚持呢，就在客场坚持住呢。那随着我盘中就是折阴母鸡慢慢的消退哈，我身边慢慢聚集起了一群匈奴长相的男子。这一群人哈，人高马大，面色红润，胡须茂盛，站一圈像东北人似的，爱卖上单的。哎，当时我就感觉哈，我自己是站在就是在一圈关公面前的一个小供果。然后这一群苏格兰男子就搁这围观，看这个小不点子到底能不能把这一篮鸡翅给吃了嘛，能不能赢嘛？那时候我知道啥，赶鸭上架就这么赶的。为啥呢？就那一刻，我忘记了被辣椒侵蚀的红唇霹雳，我也不去想明天厕所面临的一片狼藉，我心中冉冉升起的就是那面鲜艳的5星红旗。一个加拿大人倒下了，100个东北人站起来呀，这么多人看着呢，是吧？我就踢着秃噜给这鸡翅全给吃了了。吃鸡翅的过程中，这过程还不是最痛苦的，关键是你把这鸡翅吃完了以后，一撂块，然后服务生拿了一个定时器，5分钟之后这5分钟啥也不能喝，就干拉。这5分钟给我拉的，哎呦妈呀，火急火燎的，这个老痛。我今天好像本来想讲的是这个苏格兰人是怎么和东北人一样自来熟的，是吧？完我光讲鸡翅了，是吧？下一期给你讲讲，就这一群苏格兰男子是怎么自来熟，给我安排的妥妥的，当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咋回家的啊！别着急。